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我回去看了记录，才发现到原来最后悔系列我只是做了骑兵，还有步兵，工兵到现在还没有做。那我回想起来也算是正常啊，因为那时候我做后悔系列，新的工兵还没有出现。那既然新的工兵统帅已经出现了，我们来说一下到底哪一些工兵统帅是大家最后悔的。也是一样，从第一代的统帅开始，李成桂还有西德。那李成桂应该不需要多说吧，我相信至今为止还是有不少玩家依然还是有用李成桂的。虽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好像李成桂逐渐要下岗了，好像最强的切队里面快要没有李成桂的位置了。但是也不妨碍李成桂不管是在早期、中期还有后期，不管是打野蛮人打 KVK 都是有使用的。所以我觉得就算是已经把李成桂觉醒的玩家都不会觉得后悔。这一期的应该是大家最后悔觉醒的统帅之一。虽然之前有不少的玩家测试到用西德搭配武则天驻防，其实表现的还不错，但是西德的能力对于大多数玩家来说是没有作用的，因为他的技能真的是太烂了，又没有 AOE。不过我相信会去培养西德的玩家应该没有多少啊，大多数应该是通过黄金钥匙开到觉醒了。只有那种很早期的玩家真的没有的选择，想要玩工兵的话就只能选择西德而已。所以我相信那一类的玩家应该还蛮少的。至于图特摩斯、西亚卡克这几位都是属于新文明的统帅，所以觉醒的玩家应该也不多。我觉得只有新区的某一些玩家会去觉醒吧。不过我觉得就算是在新区的玩家应该也知道后期有哪一些工兵统帅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会去觉醒新文明的工兵统帅玩家应该也蛮少的。接着来到了第二代的工兵爱德华还有托米利斯，那我坦白说爱德华确实是还蛮后悔的。在早期爱德华的集结确实是很强啊，但是到后期没有什么作用了，只有一些集结统帅需要用到而已。不过我觉得在早期其实爱德华还算是比较值得的，因为早期爱德华的集结确实是很强，但由于他使用的时间太短的关系啊，所以就会有一些玩家觉得说他并不是这么值得。对于新的玩家来说，可能他的技能不算什么，但是你们要记得在好几年前他的输出是全部统帅里面最高的，所以在那个时期有不少的玩家看到他的输出这么高而去培养爱德华，所以我觉得已经是培养爱德华的玩家应该也蛮后悔的。不过有一些活动其实还是可以使用爱德华去玩的。再来托米利斯呢，我不觉得会后悔觉醒啊，因为在早期官方还没有改规则的时候，用托米利斯是可以去打一些集结啊、要塞关卡，附加毒城在敌人的身上。至于现在有一些玩家还会用海尔曼搭配托米利斯，变成一个完全 debuff 的队伍，所以我觉得托米利斯不算是后悔觉醒的统帅。只不过在官方之后改了规则，如果你的队伍死掉之后，那个毒城就不会存在了，就变成说托米利斯的能力就没有这么高了，它的实用性就没有这么多。下一个拉美西斯2世应该是蛮多玩家后悔觉醒的统帅，因为当初推出拉美西斯2世的时候是奥西里斯联赛进行中的时候，相信有不少要参加奥西里斯联赛的玩家都已经把拉美西斯2世给觉醒了但会觉醒拉美西斯2世的玩家并不是大多数，所以我觉得还可以。另外一位第三代的工兵统帅就是阿尔特米西亚，但是我不觉得阿尔特米西亚是让我觉得后悔觉醒的统帅。起初大家看到阿尔特米西亚的技能会自残的关系，所以就觉得说阿尔特米西亚应该是一个很烂的统帅。但事实上阿尔特米西亚是当时候少数有 AOE 的工兵统帅，除了李成桂之外，并且阿尔特米西亚的防御力其实很高。当初的工兵统帅都是推出输出比较高的工兵统帅，但是他们的身板都比较脆弱，所以其实那时候还蛮多工兵统帅需要阿尔特米西亚来搭配的。尽管阿尔特米西亚的技能有一些惩罚机制啊，不过我还是觉得阿尔特米西亚是值得用的，都已经用了好几个赛季了。下一个居鲁士大帝，我认为他应该是被大家给埋没了我觉得居鲁士大帝如果设计在第一或者是第二代统帅的话，培养的玩家应该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居鲁士大帝呢，他是等到第4代才出现了，那个时候玩家都有其他的选择，而且那时候步兵还蛮强势的，反而比较多玩家去培养尼布贾尼撒。那我觉得尼布贾尼撒不算是后悔觉醒的统帅。坦白说，至今为止还是有一些老玩家依然还在使用尼布贾尼撒的，因为它的攻击范围有半圆形 AOE， 而且它的速度加成也是蛮快的，输出也不会太差，可以用于野战和集结。而且尼布贾尼撒的出现也算是工兵的转折点嘛，开始有一些玩家去使用尼布贾尼撒了。接着来到了第5代，就是吉尔加美什阿曼尼。
吉尔加美什不会觉得后悔了，因为吉尔加美什在那个时期算是称霸了一方。因为吉尔加美什的技能是专门针对兹诺比亚，那个时期兹诺比亚是真的很强。毕竟你们也知道，兹诺比亚是撑到戈尔戈出现之后才被替代掉的，所以在戈尔戈出现替代掉兹诺比亚之前呢，依然还是需要依赖吉尔加美什的集结。真正后悔觉醒的才是阿曼尼啊！其实当时候有不少的主播也是推荐阿曼尼去用于野仗，也有一些玩家用阿曼尼来做驻防。确实，如果是驻防一个赛季的话，阿曼尼还算可以。但是在过了一个赛季之后，推出了4级，这个阿曼尼完全没有用了。至于野仗的表现也只是一般般而已，不算是特别强势，很快就被新的骑兵统帅给替换掉了。所以我觉得当时候觉醒阿曼尼的统帅才是真的后悔吧。接着来到了最辉煌的时代，第6代的统帅布迪卡还有亨利。我觉得第6代的统帅都不能说后悔啊，其实布迪卡的出现也算是帮工兵的野仗提起来了。尽管布迪卡他是一个没有 AOE 攻击的工兵统帅，但是不得不说当初他的表现还算是不错啊，除了他的速度比较慢之外，至少我们也是用了好几个赛季，直到后面海尔曼出现，诸葛亮出现才替换掉。至于亨利，其实用于野仗的玩家比较少，但是用于集结的话，真的是不能说后悔。至今还是有不少的集结需要依赖亨利的集结，并且亨利的实用性还蛮高的。各位也知道出现了密室嘛，有一些玩家他们就会用4级搭配亨利作为集结，表现的效果其实是很不错的。所以布迪卡跟亨利也不能说是后悔觉醒了，虽然现在布迪卡是真的有点糟糕了。接着来到了第7代的工兵统帅诸葛亮。诸葛亮大家都不能说后悔的吧，原型 AOE 5个目标如果还后悔的话我就真的不知道官方要设计什么统帅出来了。而且诸葛亮的输出又够快，可以攻击多个目标。至于敌多的话，我才是觉得比较后悔的吧。虽然敌多驻防一些关卡的表现还不错，但是遇到围殴的时候，敌多依然还是撑不住的。所以敌多对于现在的版本来说并不是表现的特别好，如果是单挑的话其实还可以。而且敌多使用的寿命很短，就只有用1个赛季而已，因为在敌多之后就推出了戈尔戈，基本上都不需要工兵去做驻防了。接下来到了第8代的统帅海尔曼还有亚述巴尼拔。海尔曼至今玩家还有在使用了，而且使用了蛮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不觉得后悔。亚述巴尼拔我是觉得蛮值得觉醒的，它除了可以集结之外，其实野仗也可以使用。尽管亚述巴尼拔要用于野仗的成本会比较高啊，它一定要觉醒之后表现的才会比较好，但是它确实搭配某一些统帅来说表现的还不错，不管是搭配海尔曼、搭配诸葛亮、搭配珍珠，还是搭配李成规都有不错的表现，所以我觉得亚述巴尼拔是值得的。最后来到了第9代的工兵统帅，其实我有点开始后悔去把珍珠给觉醒了因为珍珠在野仗的表现呢，不能说太差吧，也不能说太好，就只有中下水平或者是中等水平这样子而已。但是在这里我不想要给珍珠太差的评价，因为珍珠跟崔莹毕竟还是第一批出现真实伤害的统帅。或许在第10代的工兵里面推出了真实伤害的统帅之后，珍珠可能会有所改变呢，这个我又不清楚。至于崔莹觉醒他的玩家不算多吧，只有一些驻防的玩家会去觉醒而已，所以不能说后悔。不过我看到蛮多玩家使用崔莹去拉野蛮人，就连我自己也是用崔莹去拉野蛮人，其实表现还不错那么以上就是我盘点出来比较后悔觉醒的工兵统帅就包括西德、拉美西斯2世、居鲁士大帝，算是没有玩家去在意吧，又或者是有一些玩家会觉得后悔。阿曼尼、敌多，然后我保留珍珠还有崔莹因为这2个统帅毕竟还是太新了，需要等后续才可以知道他们的表现会不会更加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